荣建雪眸光清冷，眉眼不动，那双深色的瞳孔仿佛要在他身上探知到什么一样，像是后知后觉意识到不妥。裴京旭慌乱地从荣建雪怀中离开，又后退几步，声音颤抖：多谢大人。荣建雪仍是垂眸看他，长风吹起他飘扬的衣带，他并未开口，眸光淡冷：不太对劲儿。荣建雪的脸色不对劲儿，至少我想象中的神情和举止，荣建雪都没有。裴氏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推下台子？沈小姐吓糊涂了吧？属下明明看到是您先推了二娘子，自己才被带下来的，怎么又成了二娘子推你了？可就是他推的我慌乱中抓住了他的手，所以才拉着他一同坠下来的。是沈小姐推的二娘子吧？我看着好像是伸手了。错了，肯定是二娘子推的沈小姐。二娘子嫉妒心强，肯定是不想让沈小姐伴舞抢她风头。少府大人，您要替阿月做主啊！二娘子将我推下高台，若不是少府大人您在，阿月真的会受伤的。我接住裴氏后，正好看到江慧接住沈小姐。是，多谢少府大人，江氏为救命之恩。也就是说，是她先坠下来，你紧随其后。若是按照沈小姐的说法，先接住的应该是你才对。不是的，建雪哥哥，阿月只是……此事我会同丞相大人说明。沈小姐，我须得提醒你，若再动什么心思，我便不单单是告知丞相大人这么简单了。说完，没再看沈从月一眼，扫了一眼裴京旭，转身消失在人群之中。不对，这个反应太不对了。一场献舞后，便是万众瞩目的烟火表演。做戏做全套，裴京旭随意买了个便宜的花灯，写了几首聊表思念的酸诗，放入水中后便起身离开了。二娘子要不要看烟火表演？属下找了个好位置。江侍卫，大人呢？七夕的巡逻结束，公子便回府了，如今应当在书房处理公务呢。二娘子，属下带您去找个位置。不了，今日有些累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属下这边还有些收尾工作，就先告辞了。好。跟江慧告别后，裴京旭快步回到荣府，看了一眼东院的烛光，他眯了眯眼，往荣建雪的书房走去。大人，昨日教的一些东西，阿旭有的地方没听懂，所以想来请教一下大人。进来吧。不应该啊，不该是这个反应才对。今日大人救了阿旭，阿旭还没仔细谢过您呢。裴氏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大人，您说什么？你为何会出现在乞巧台，成为织女献舞？因为沈小姐，她强迫我上阙楼签了名字，要我必须参加。若当真是强迫，你大可输了比赛一走了之。可你不仅赢下比赛，还上了乞巧台献舞，所以这应当算不上是强迫。裴京旭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看到他献舞，看到他坠下高台，甚至亲身将他抱入怀中替他解围时，荣建雪心里想的居然是这个问题。这个男人冷静的有些可怕了。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，是你想要借此机会报复沈氏，让沈氏难堪。我是该庆幸吗？庆幸他目前只想到这一层，所以只是因为这个，只是因为妾上了乞巧台，大人便定了我的罪。只是合理猜测，这是我能够想到的理由。上次沈氏骗你赴宴，又意图毁你声誉，你怀恨在心，所以想要趁机报复，这是动机。所以大人觉得妾是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沈小姐出丑是吗？荣建雪没有说话，一双冷色的眸沉静地看向他。大人说的都合情合理，为何当时不直接信了沈小姐，将妾押到彭母面前问罪呢？沈氏最开始确实是想诬陷你在先，若不是他心思不正，也不会被你抓住机会反击。所以今晚之事，你们二人都有错。那妾还应当感谢大人的宽恕了。你不必同我置气。裴氏，你若觉得委屈，可以跟我解释。若真相不是我说的这般，我会同你致歉。荣建雪看着他泛红的眼尾，微微蹙眉。同你解释？大人既然已经认定了真相，还肯听我解释吗？只要你实话实说。妾确实不算被强迫参加比赛的，
沈从月在比赛时多次羞辱我，说我身上的天云纱是偷来的，说我穿的料子是赝品，说我克死裴家又克死夫君。大人，我即便是泥人也会有3分火气的，我不能生气吗？我不能为了争一口气赢下这场比赛吗？至于您说的，我想在棋小台上陷害他，妾没做过，也从未这么想过。我当时只是太生气了，所以才想赢下沈小姐，争一口气。沈小姐从背后拉我的时候，我也很震惊。但若是不相信妾说的这些，大可去雀楼问下，当时很多人都听到沈小姐羞辱我的话了。裴京旭眼泪翻涌着，一双泪眼定定地看向荣建雪，不闪不避。荣建雪眉头皱起，薄唇抿成一条直线，冷色的瞳晃动几下，指骨收紧。沈氏为何会帮你伴舞啊？大人觉得沈小姐若是想要登台，我又阻止得了吗？这话您应当去问沈小姐，不该问我。沈爷前来叨扰大人，您早些休息。问题。身后男人沉沉开口，裴京旭停住脚步，却并未回头看他。荣建雪微微合眼，敛了眼中的冷意，语气放缓：不是说有问题想要问我？现在没有了，且告辞。回到卧房后的裴京旭甫一合上房门，便顺着门框滑坐在了地上，双腿瘫软。荣建雪，是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他以为只要凭借他的手段，或早或晚荣建雪都会栽在他手上，但他却没想到荣建雪太敏锐了，只从几分不寻常中就能拼凑出些东西来。裴京旭倒是不介意在荣建雪面前暴露一些他的恶劣与争强好胜，即便他看上去温婉娇弱，但他也会有在意的人或事，也会因别人的折辱而愤怒，也会憋着一口气想要赢给旁人看。这样一些或多或少的瑕疵，才能让他更了解他。那些真假参半的话，荣建雪即便是去调查，也不会查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。但这一次，也不过是他运气好，脑子转得快罢了。如果之后再来一次这种事儿，裴京旭不敢保证还能这般随机应变。这次的事，是他将荣建雪想得太简单了，之后要更加谨慎才行。想到这里，裴京旭吐出一口浊气，剧烈的心跳也趋于平缓。不过这次倒不算是一无所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裴京旭照常会去荣建雪的东院书房上课，只不过除了课本上的内容，再没跟他说过一句多余的话。每次清早来时说一声见过大人，结束时一句有劳大人结尾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就连江慧都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异样。这是怎么了？公子跟二娘子分明还是坐在一处授课学习，怎么就觉得这般别扭呢？这里听懂了吗？懂了。他仍是看着书本，等着男人继续往下讲。可荣建雪并未继续，指尖停在刚刚他讲过的内容上没动。裴京旭等了等，见男人没有继续开口，有些疑惑地转头。就见男人的目光一错不错落在他的身上。裴京旭稍稍凝眸：大人，今日就想这些吗？荣建雪没说话，微微抿唇，漂亮的眉头微微下压。裴京旭似乎不太懂他的意思，但也并未追问，转过头去开始收拾纸笔。有劳大人了。他伸手去取男人手下的那本书，第一下没有抽动。他皱皱眉，又用了几分力气，还是没抽动。那妾明日再来，先告退了。我昨日让探子去阙楼下调查过了。裴京旭的心却是稍稍一紧。他原本以为前几日他哭得那么真情实感，荣建雪会直接相信他，没想到居然还是去了阙楼调查。大人查到什么了？向那日在阙楼外的百姓查证了，沈氏确实说了那些话。那就好。那日的事，我要向你道歉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大人不必挂心上。荣建雪垂眸，眼中却流露出类似于困惑的情绪。可是，你在生气？我不能生气吗？可以。大人不必同妾之前，
如果可以的话，且希望大人以后都不要妄自揣测别人。或许对于您来说并不算什么，可对于我而言，我不喜欢被这样定罪。说完，裴京旭没再去等荣建雪开口，俯身后转身离开。走出东院，裴京旭终于松懈下来几分。他万万没想到荣建雪真的会去阙楼重新调查，也就是说，在荣建雪的眼中，他即便哭得恳切，哭得梨花带雨，他也不会轻易相信这些。裴京旭原本以为对荣建雪的撩拨已经初见成效了，如今看来任重道远啊。裴京旭一边走着一边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。他并不准备轻易原谅荣建雪，至少这个原谅要来得有价值，要让他刻骨铭心些才好。二娘子，老夫人有请。裴京旭眼皮跳了跳，跟着婆子的引领来到了荣氏的卧房。见过婆母。听说你这几日都去建雪那儿学账了？是，妾找不到合适的账房先生，少府大人慈悲，愿意交给妾身。哼，你既知建雪仁慈，又为何要替他惹来祸事？婆母这是什么意思？儿媳怎么听不明白？不明白？你抢了丞相府沈千金的风头，又拉着他一同坠下乞巧台，这不是给建雪惹祸是什么？婆母明鉴，是沈小姐强迫儿媳参加了织女比赛，又意图推儿媳坠下高台，这与大人又有何关联？如何没有关联？沈从月可是丞相府千金，因着这么多人看到了这桩丑事，现在丞相大人要沈小姐来荣府登门致歉。若是丞相因此怀恨在心，记恨上了我们荣府，在朝堂上给建雪使绊子，便是你惹来的祸事。登门致歉。裴京旭微微挑眉，他记得话本中，虽然沈从月争强好胜，极度心强，但丞相沈安山却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。此次登门致歉，也应当不是迫于百姓流言蜚语，是当真觉得沈从月做得过火了，这才让他上门道歉的。只不过依照他对沈从月的了解，他绝不是那种会轻易妥协的人。哦，是因为荣建雪不仅能见到他，在他面前诉尽委屈，还能认识荣氏这位未来的婆母，怎么看都是一件划得来的买卖。只是这样的话，荣氏叫我来是做什么？明日沈小姐登门，你就在一旁伺候着，少说多做，别惹了沈小姐不满，知道了吗？这是我的意思，也是沈小姐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沈从月是想借此机会来羞辱我，正愁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次冷战呢。沈小姐来了，快请坐，请坐。伯母，您最近又年轻了，看着不像长辈，倒像是阿月的姊妹。你呀，要是旁人能有你一半嘴甜，伯母都知足了。伯母，金雪哥哥呢？应当在东院书房呢，我刚刚已经差人去叫了，应当马上就到了啊。沈从月眉眼弯弯，他看了一旁的裴京旭一眼。二娘子，我有些渴了。看什么看？没听到沈小姐说渴了吗？在这里看了半天，竟都不知道给贵客倒茶。裴京旭垂下头去，他微微咬唇，最终却也只是应了声是。哎，二娘子，这茶也太烫了吧，您自己都没尝过吧？裴氏，怎么倒的茶？给沈小姐换一杯。这茶味太苦了，二娘子用的不会是陈茶吧？不是的，沈小姐，这是今年新炒的松山毫针，味道本来就有些苦头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不太爱喝这种。我再去给沈小姐换。来来回回换了3、4趟。行了，二娘子这茶技，换来换去，倒只有第一杯能喝。沈小姐，您别介意，裴氏她向来笨手笨脚的，什么也做不好。伯母当真辛苦，操持家业不够，还要管教晚辈。阿月以后还要多来荣府向您学习呢。沈小姐若愿意来，老身自然欢迎。交谈过程中，沈从月一直在指使裴京旭伺候他，一会儿要给他倒茶端水上点心，一会儿又说自己热了让他帮他扇风，俨然将他当作下人来使唤了。老夫人，长公子他
他说他就不过来了。什么叫不过来了？府上来了客人，他作为长公子不来接客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长公子说他一会儿还有公务处理，抽不开身。裴氏，你去将他叫来正堂。婆母，父兄他在处理公务，妾若是贸然前去，怕是不合礼数。怎么，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他的？去请他过来，就说沈小姐在这里，让他务必来见一面。裴京旭压下嘴角的笑意，怯生生俯身。是。裴京旭轻车熟路地来到了东院书房。见过大人。进来吧，该学今日的课程了。所以荣建雪说的有公务在身，是指教我看账。怎么了？大人，沈小姐来府上做客了，婆母想让你去见见。今日早朝时，丞相同我说过了，是来登门致歉的。既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我便不必出席了。婆母的意思是，沈小姐到底是贵客，大人作为长公子，还是应当去正堂接待一下的。他自然是希望荣建雪去的，但即便他不去，他也有办法把今日受的委屈告诉他，只是效果可能没有现场看到来的真实罢了。母亲让你来叫我去正堂的。是。昨日学的内容都明白了？是，都明白了。去见沈氏可以，但今日的课业大概会延后一些，你介意吗？不介意的。男人闻言便没再说什么，缓缓起身。他走出书房，看了裴京旭一眼，抬步往前走去。见他没跟上来，荣建雪回身。不跟上吗？裴京旭终于反应过来，美眸晃了晃，急忙提着裙摆跟了上去。母亲。建雪，你可算来了。母亲刚刚派人叫你，怎么也不过来呀？在等着处理公务。那建雪哥哥怎么如今又过来了？这还用说，公务哪有阿月重要啊？建雪定然是看你的，是不是啊，建雪？裴氏不介意公务晚些处理，所以我便来看看。荣氏闻言，脸上的笑意消失，沈从月也愣住了，嘴角的笑意有些尴尬。裴京旭低下头去，嘴角上扬起一个弧度。二娘子，还不快去给建雪哥哥上茶？裴京旭挑眉，沈从月确实蠢得厉害，甚至都不用他刻意去表演了。大人，请用茶。但他的手甚至还没碰到茶盏，下一秒，那只漂亮的青釉彩瓷茶盏便被男人的指骨按住，掌心附在杯口，挡住了裴京旭的动作。他微微蹙眉，目光一错不错落在裴京旭的脸上，眼中闪过一抹不知名的情绪。一时间，正堂内静得窒息，还是荣氏最先反应过来。瞧瞧阿月，都叫错人了。来人，快给长公子看茶。门外的婆子急忙上前推开裴京旭，恭恭敬敬地给荣建雪倒了杯茶。荣建雪眯了眯眼，视线仍旧落在站在一旁的裴京旭的身上。坐下，下人的事何时轮到你来做了？裴京旭微微咬唇，目光却是又看向主位上的荣氏。是啊，裴氏，快坐快坐，怎么在自己家这般生疏？裴京旭这才轻轻地应了一声，思索一番后，还是选择坐在了荣建雪旁边的位置。沈小姐可向裴氏道过歉了？一瞬间，沈从月刚刚堆起来的笑容再次僵住。道过了，道过了。阿月本也没什么坏心思，当时不过是想跟裴氏开个玩笑，女子之间的一些小事，建雪你就不必掺和了。荣建雪放下了手中的茶盏，她的目光先是扫过沈从月，随后看向荣氏，气氛冷凝。莫名的，她突然想起昨日她也这样同他说。不是什么大事的，大人不必挂心上。没人在意她的安危与声名，只说是件不上台面的小事，所以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是大事。可若他当真不在意，那事也不会挑衅他。我不能生气吗？他可以生气，他应该生气，不是小事。
不是小事。沈氏沈从月陷害裴京旭生育，险些致使他坠台受伤，这不是小事。沈小姐，向裴京旭敬茶致歉。荣建雪气势凌厉，沈从月吓得瞪大了眼睛，一时之间不知该作何反应。建雪，不是都说了吗？沈小姐已经道过歉了，刚刚在场的婆子下人都看到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啊，长公子，刚刚沈小姐已经向二娘子敬过茶了，我们都看到了的。建雪哥哥，汉月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已经向二娘子致歉过了。建雪哥哥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问荣二娘子。是啊，不相信我们，总应该相信裴氏的。荣建雪神情不变，视线却落在了身旁裴京旭的身上。裴京旭眸光晃动，他似乎有些迟钝的抬眸看向主位上的荣氏。荣氏眯了眯眼睛，眼中带着不加掩饰的威胁与警告，摆明了是要让他认下这件事。裴京旭收回了目光，长睫下的眼神茫然慌乱，似乎是有些不知所措。裴京旭眼尾泛红，却也只是低着头。裴氏，你快说啊，快跟建雪说清楚，沈小姐刚刚是不是已经同你道过歉了？大概是眼睛有些干涩，裴京旭快速地眨动了几下眼睛，他轻轻合眼，像是妥协一般，缓缓启唇。沈小姐她……裴京旭将这几个字从唇齿间咬出来的时候，他才发觉这几个字都太轻太轻了，好像随意一阵风便能将他吹乱，丝毫不必在意他的心绪与自由。荣建雪垂眼看他，他又哭红了眼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我在这里，实话实说。裴京旭的瞳孔缩了缩，他看着荣建雪时，眼中泪水打转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裴京旭凝着他，眼神如同看到了主人的猫儿，委屈又坚定。沈小姐她自始至终都未向我道过歉。荣建雪微微垂眸，不知为何，在他说出实情时，他的唇角上扬几分弧度。他突然想起很久之前在燃灯寺时养大的那只幼猫，平日里谨小慎微，处处讨好，可每次见到它了，便如同得了什么倚仗似的，张牙舞爪，狐假虎威，那很好。几个边晃的婆子罚俸3年，罚跪2个时辰，将会拉去庭院示众。荣氏跟沈从月都愣住了。裴氏，你胡说什么？沈小姐刚刚分明已经……母亲，晋升。被荣建雪肃冷的气场吓了一跳，荣氏当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沈从月慌乱地看向荣建雪。建雪哥哥，你不能只相信裴京旭他一个人的话，我真的已经道过歉了。沈小姐既是来致歉的，裴氏说没道歉，那便是没道歉。沈小姐，敬茶，道歉。裴京旭，你为什么陷害我？你快解释，快向建雪哥哥解释啊！江慧，江慧会意，来到正堂，重新倒了杯茶，递到了沈从月面前。沈小姐，请吧。少府大人，我爹爹可是当朝丞相，你如今这般羞辱于我，不怕我爹爹指头怪罪下来吗？今日之事不必你说，荣某也会一五一十向丞相禀明。但现在，沈氏，敬茶。沈从月当真被荣建雪的眼神吓坏了，他颤颤巍巍地接过江慧手中的温茶，不甘心地咬咬唇。裴二娘子，前几日在七小台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不该跟你开这种玩笑，请你原谅我。他那屈辱愤恨的眼神恨不能将裴京旭剥皮抽筋。裴京旭心情极好，不闪不避地对上了他的目光。我原谅你了，沈小姐。不可能，除非有一天我也将你推入池塘，让你尝尽濒死溺水的感觉，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。裴京旭，你给我等着！沈从月再没在荣府逗留，转身离去。荣氏这才反应过来，起身要去追。荣建雪并不在意这些，只是扫了一眼正堂中那些箱子中装着的人参鹿茸，这分明是给荣老夫人的补品，说是登门致歉，但歉里没有半分属于他的。江慧，将这些东西原样送回丞相府，今日之事与丞相照实说。是。荣氏听闻荣建雪要将那些补品都送回去，这还得了？
荣建学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得罪了沈小姐就是得罪了丞相，这与你的仕途有何裨益？我荣建雪的仕途，靠的也从不是谁的宽赐。今日之事，沈氏虽有过错，但母亲也绝不无辜。母亲日后若仍苛责裴氏，儿可与您一同罚跪祠堂，家法处置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肯为我撑腰。荣建雪指骨挥动，袖间的佛珠翻动几下，风穿过长廊，吹动女子的发丝，划过荣建雪的手背。不必谢我，你本也没做错什么。还是应当谢谢的，若不是您，妾也没有勇气说出实情。荣建雪袖间的佛珠捻动几下，任由她的墨发翻飞。她不言，只是垂眸看他，许久。大人，今日还学政吗？走吧。来到东院书房，因为沈从月的事耽搁了时间，待今日的教学结束，已经是晚上了。今日便学这些。有劳大人了。天色已晚，厨房的晚膳时辰过了，你回去吃什么？晚膳不吃也没有关系，大人不必在意。将会去四美斋订了些饭菜，你留在这里一起用膳吧。不必了，这样太麻烦您了。将会订得多，只我一人吃不完，吃过再回去休息。今日之事，真的谢谢大人。荣府里，大人是第一个愿意相信我的人。荣建学指腹摩挲过佛珠上的梵文，微微发烫，莫名的开口问他：“那现在呢？”您说什么？现在还在生气吗？裴京旭愣了愣，一时间似乎没反应过来。他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荣建学也并不说话，只是等待着他的回答。可不等裴京旭说什么，远处江慧提着从四美斋带来的食盒来到了两人面前。公子、二娘子，这是四美斋订的饭菜。几道菜色好看精致，江慧给二人递了筷子后便退下了。一时间庭院中又只剩下两个人。裴京旭知道荣建雪食不言寝不语的习惯，所以也并未多言，只是规规矩矩地夹着饭菜。白蒸虾都是包好了虾壳的，但好巧不巧，裴京旭夹着的那一只正巧是唯一一只漏网之虾，没剥壳。只是筷子夹到了，他也不好意思再放回去，只能放在一旁干净的瓷碗里吃其他饭菜。荣建雪放下了手上的碗筷，也并未说话，只是拿过他手边装着虾子的瓷碗，十分自然地剥起虾壳来。男人指骨修长，处理起虾壳来利落娴熟。他将剥好的虾肉放进瓷碗，推到他的面前。整个过程过于自然，甚至裴京旭都没来得及反应。不喜欢吃吗？只有爹爹跟阿弟为我剥过虾，大人待阿旭真的很好了。大人真的是除了爹娘与阿弟之外，对我最好的人了。男人眸光微动，月色入眼，泛起涟漪。刚刚的问题，你还未回答。男人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他想他大抵有些趁人之危了。趁着他此时的感动，偏偏又去问刚刚的答案，带了私心。现在还生我的气吗？裴京旭闻言破涕为笑。大人，明日要吃阿旭做的点心吗？旁人都还没尝过，阿旭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。好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怎么今日回来的这么晚？钓大鱼当然要放长线啊。那姑娘钓到鱼了吗？至少算是咬钩了。另一边，江慧发现今晚自家公子的心情似乎格外的好。一连几日，公子夜夜抄写经文，今晚破天荒的看起公务来了。公子，再过2日便是月中了，您是不是要去燃灯寺礼佛了？你去准备吧。是。等一下。他突然想起上一次他因为上山祈福被母亲责罚的事情来，眼底闪过情绪。去问问他要不要同去。母亲那边我去说。啊？是，
属下这就去办。去，当然去。劳烦江侍卫还来问我一趟，若是能与大人同去，婆母一定不会阻拦的。他正愁不知道该如何与荣建雪更进一步呢。自七夕的误会解除之后，两人的关系终于艰难迈进一步。只是荣建雪这人恪尽妇礼，如今想要只靠日常相处更进一步，几乎是不可能了。正巧此次上山拜佛倒给了他一个好机会。东院书房，江慧将裴京旭想要同去的消息告诉了荣建雪。荣建雪嘴角抿出几分笑意，让下人准备些软垫，他背上还有伤。是，公子。啊，刚刚二娘子知道能去燃灯寺时高兴极了，一直说要感谢公子呢。说来也是，二娘子最爱二公子，能去燃灯寺给他祈福，二娘子自然是高兴的。对了，公子，马车属下是准备1架还是2架？2架，分开。是。江慧抱了抱拳下去操办了。直到脚步声消失，荣建雪的视线才从佛经上移开，他的眸光有些凉，目光缓缓聚拢在了桌案之上那只呆呆丑丑的貔貅身上。荣建雪食指抵着貔貅的脑袋，稍稍用力将大黄弹倒在了桌面上。15前1日，夫人，最近长公子和那裴氏走的也太近了吧？又是教学生，又是带他去燃灯寺的，莫非……建雪这孩子我最了解了，且不说裴氏是他弟妹，即便裴氏是清白之人，没进我们荣家，建雪也看不上他。夫人为何这般肯定？他自幼便在燃灯寺修习，就连妙凡大师都说他生性凉薄，无情无欲。当初若不是老爷以命相携，圣人3次上山亲自请他出世，他绝不会离开燃灯寺下山入世的。你说说，我们荣家这2个孩子，建雪对加官进爵毫无兴趣，玄州他如今又不在京城，我这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夫人宽心，相信再过不了多久，二公子便能回来了。哼，要在玄州回京之前将裴氏赶走才好。夫人，这老爷也快回来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老爷最重家风了，说是裴氏做了什么有辱家风的事儿，传到老爷那儿去，还愁赶不走他吗？你去给我准备些蒙汗药来。是。第2日一早，来了吗？公子，二娘子已经上马车了。走吧。是。公子，燃灯寺后山是不是有一处冷泉来着？他嗯了一声。江慧笑笑，那感情好，等属下到了燃灯寺，便去后山泡一泡冷泉，解解暑。后山多猛兽，夜晚时候别去，早些回来。是，属下知道。马车停在了燃灯寺外，荣建雪先下了马车，后头马车上的2人过了许久才慢慢走了下来。怎么了？没事的，大人，就是有些中暑，我回禅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荣建雪紧皱的眉头并未松动，他声音稍沉：要饭师傅会些医术，我可请他来为你诊治。不用这般麻烦的，只是刚刚热得有些头晕，并无大碍。不要，你先扶他回禅房休息，若再有什么情况，便来禀报我。公子，这一次怎么抄了这么多遍经文？因着裴京旭中暑一事，江慧也没去成后山，一直在禅房外忙活。去给他送一份，今日他中了暑，应当没空抄写这些了。上次在燃灯寺见他，他便抄送了一沓经文，系在了长生树上为玄州祈福。这次他不方便，他便也替他抄了一份。哦，原来是给二娘子准备的。是，属下这就送去。夜幕降临，荣建雪微微垂目，坐在书案前静心凝神。公子，不好了，二娘子他怎么了？红药跟属下说，二娘子听寺里的僧人说后山有冷泉，刚刚一个人往后山去了。荣建雪闻言先是一愣，随即披了件衣裳出了禅房，快步往后山走去。荣建雪来到后山，穿过参天的丛林，
快步来到了那处冷泉处，停住了脚步。月色如水，冷泉中像是养了一湾明月，月色皎洁，他也皎洁。荣建雪听到了水声，乌发蔓延，人影绰约。只是一眼，荣建雪猛地背过身去，闭上眼睛，后知后觉的像是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。荣建雪拨弄着掌心的佛珠，眸光稍沉，他准备去远处等着，这样也能保证裴京旭的安全。若是他之后出来了，他也能说只是路过散心。下一秒，月色破碎，裴京旭像是溺水一般，整个人越来越往下沉。眨眼间，一道带有沉香气息的身影掠过，一把抓住了他纤细的手腕，终于停下了挣扎的动作。裴京旭慌乱转身，便见男人轻纱遮眼，薄唇抿紧，居然还戴上了眼纱，这般危急时刻，是不是过于正人君子了些？大人，怎么了？泡得太久了，脚抽筋了。出得来吗？动不了了，好痛。他如愿听到了头顶上男人传来的一声重重的叹息。裴京旭的角度看去，能看到男人线条分明的下颌。出得来吗？动不了了，好痛。荣建雪微微抿唇，哑声道了句失礼。下一秒，手上稍稍用力，裴京旭便被他从泉水中拉出水面。水声响起，因为没了视野，荣建雪其他感官便敏锐起来。他听到他娇呼一声，因为没有支点，他摇晃着整个人便倒进了他的怀中。裴京旭扑到他怀里的同时，他整个人往身后倒去。荣建雪倒在了地上，冰凉的、温热的，如红毛一般的，四周石台变生，湿滑冷冽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荣建雪反应过来，眉头紧皱，又上前几步，伸手想要去查看他的脚腕，可蒙上眼睛，他的指尖并未精准地放在他的脚腕上。冷凉细腻的触感传来，一瞬间，荣建雪的脑中一片空白。好痒。冰凉的触感传来，荣建雪的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，手还被他抓着，纤细娇小的手甚至只能抓住他3根指骨，柔弱无骨的手无意识地捏了捏。大人，您的衣服都湿透了。荣建雪头脑有些混乱，他低下头快速理了理思绪。把衣服穿上，哪只脚抽筋了？右脚，我泡得太久了。压着他脚尖的指骨蜷了蜷，荣建雪下颌绷紧，忍着。虽然这样说，但他手上的力道到底轻了几分，缓缓压着脚尖给他伸开筋骨。裴京旭咬唇闷哼一声，还是轻微的挣扎着，忍不住了就颤着声音喊一声痛。眼上的轻纱轻拂，荣建雪的喉头上下滚动几下。这样好些了吗？语气听上去冷淡无波，裴京旭倒吸一口凉气，一瞬间的疼痛激得他挣扎着脚腕想要逃离，可没有成功。男人一只手便能轻易抓住他的整个脚腕，任由他如何挣扎都没能移开。眼上的轻纱轻拂，荣建雪的喉头上下滚动几下，试着转移他的注意。怎么一个人来这里啊？寺庙里的小师傅说，后山这里冷泉解暑。我醒来之后，脑子昏昏沉沉的，便想着来这里泡泡。大人怎么来了？我也是，今日暑气盛，
我便想来冷泉看看。他不太想让他知道他是因为担心才跟过来的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裴京旭眼中闪过一抹情绪，却也只是乖巧的哦了一声。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太晚了，该回去了。好。裴京旭点了点头，缓缓起身，脚下再次踩到了湿滑的青苔。裴京旭慌乱地朝着男人倒去。荣建雪听到动静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接。裴京旭一把环住男人的脖颈，整个人坠在了他的身上。坚实的臂膀环住裴京旭的细腰，荣建雪向上托起他的腰身，担心他滑倒。慌乱中，裴京旭无意间扯开了男人眼上的轻纱，晚风吹过，带着那段轻纱飘去很远。不其然的，女子慌张的鹿眸撞进了男人的眼中，她定定地看向他，一错不错，眸光流转。裴京旭瞪大了眼睛，男人身材高挑，衣袍宽大，轻易地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。就在裴京旭暗赞自己计划成功，想要进行下一步动作时，荣建雪的眸光一冷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他伸手遮住了裴京旭的双眸。别看！裴京旭几乎瞬间反应过来，有狼，狼一般都是成群结队出没，若是此时惊动了他们，就不太好脱身了。裴京旭这样想着，下意识地往荣建雪的怀中贴去。裴京旭身上只穿了身单薄的纱裙，又被染了泉水，搭在身上仿若无物。他身体冷凉，荣建雪将身上的外氅将他缚住。裴京旭其实也很紧张，虽然他知道后山有猛兽，也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才能让荣建雪来这里找到他，但真遇到野兽了，他还是有些手脚发麻。重生之后，裴京旭就是拿命在赌，赌荣建雪的慈悲，赌他的每一次心软。别怕，他们只是路过，没有看到我们。裴京旭的脑袋抵着男人的胸口，点了点头，但仍是不敢动弹。他像是将自己的性命安危全部交给了他。身前的茉莉花香与他身上的檀香纠缠在一起，像是一场无声的对峙。荣建雪一只手护住裴京旭的腰身，一只手附在他的眼睛上，心跳沉稳有力。大人，抱紧阿旭好不好？阿旭好怕。他太害怕了，想要寻求些安抚也在情理之中。荣建雪垂眸，坚实的小臂用了几分力道，将他整个人罩在了他的身下，像是抱着棉花或是更柔软些的什么。他的身躯紧贴着荣建雪宽大的衣袍，他的腰太细了，只是一只手掌落在他后腰上便能缚住他整个腰间，好像只要他再用一分力道便能将他的腰肢折断。裴京旭似乎是真的怕了，整个人蜷缩在他的怀中，双手紧紧地环着他的腰，也不说话，甚至不敢哭出声来。荣建雪眸光清冷，任由他身上的水滴将他沾湿。他闻到了茉莉花香，夹杂在那冰凉的冷泉之中，还裹挟着几分酒意。荣建雪目视前方，沉默不语。他的腰肢贴上了他腰间的玉带，如同湿滑的蛇身缠附于他的身上，亲密无间。狼群低吼着脚步渐远，裴京旭仍是环着他的腰身，那落在他腰间的指骨不觉缩紧几分。大人，走了吗？还没有离开吗？荣建雪后知后觉地拧眉回神，他猛地抽身，急急地向后退了几步，迅速背过身去。已经走远了，该回去了。夜晚野兽众多，太危险了。男人站在最前面，并未回身看他。多谢大人。跟在我身后，别走丢了。好。荣建雪走在最前面，为裴京旭开辟出一方道路。后山道路难行，好在荣建雪熟悉这里，找起方向来倒还算顺畅。只是周围怪木嶙峋，裴京旭走在荣建雪身后，稍稍放轻脚步，便能听到周遭古怪的声响与灌木中发光的眼睛，不觉咽了口口水。他怕死，脚下的步子也快了几分，只是他只关注身后，并未注意前面停下的男人。荣建雪看到了他的慌张，裴京旭微微咬唇，眼中盛了雾气，像是真的被周围的景物惊吓到了。他的眸光晃动几下，
承托着皎洁的月色。终于，他缓缓伸手，抽出发冠上的玉坠丝带，将一端捏在手上，另一端递给了他。牵着，山路难行，会走丢。谢谢大人。丝带上传来的力道不轻不重，他稍稍捏紧丝带，放缓了脚步。裴京旭跟在男人身后，大概是心理作用，牵着那根丝绳时，心里莫名踏实了几分。终于走出后山，两人行至燃灯寺后院。今夜多谢大人了，若不是大人出现，阿旭可能就要溺毙在水中了。今晚事发突然，不必告知旁人。阿旭明白。你喝酒了？大人怎么知道的？有酒气。谢从府里带了些酒，想要祈福时给二郎倒一杯，只是在禅房里抄经时思念二郎心脏，便喝了口酒水镇心。月色照不进男人的眸，荣建雪声音微冷，语气肃然。喝酒不能镇心，只会徒增烦恼。大人说的对，喝酒之后确实更思念他了，又恰好得知后山有冷泉，便想着想去泡一泡，静一静心神。男人眸光更冷。早些回去休息，明日便要恢复了。大人也早些休息，阿旭先告辞了。衣服阿旭先洗干净了再还给大人。说完，裴京旭微微欠身回了禅房。另一边，荣建雪的禅房内，备些冷水，我要沐浴。那个公子，今日虽然炎热，但洗冷水澡是不是有些……去准备。江慧也不再多言，急忙退下准备了。禅房内，水光映照在屋顶的木板上，水波晃动。荣建雪整个人浸在冰冷的浴桶之中，合了眼睛。莫名的，他又想起了那道冷泉。月色寂寥，一水的皎洁倾泻入那寒潭之中，光影斑驳。荣建雪猛地从浴桶中站起身来，眼神晦暗。他的身上沾染了茉莉花香，任他在这浴桶中泡了许久，也总是洗不掉。身体上像是附着了一层滚烫的岩浆，他触碰过、紧贴过的地方皆是花香。荣建雪并不重欲，只是他习惯了木香、沉香，甚至寺庙的香火气息，却极少接触到近乎磨人的花香。喉头滚动几下，荣建雪再次合眼，重新浸在了木桶之中。公子。荣建雪眯眼假寐，并未应声。江慧便继续开口：公子，您泡了半个时辰了，当心莫要着凉啊！这几日确实炎热，居然连公子您这种耐热的人都要泡冷水澡了。闭嘴！江慧闻言便识趣的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公子，您今晚还未去正殿上香，需不需要属下帮您？不必了。心中念了几遍清净经，荣建雪终于睁开眼睛。你去将那些经文押去佛塔地宫，我去点香。荣建雪微微眯眼，冷冽的眸如同进了寒霜，泄出几分凉意。他很爱他的夫君。袖间的佛珠快速翻动，荣建雪站在原地并未上前，他似乎对那个人有说不完的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睁开水雾般的眸，还是那棵长生树，还是娇弱清瘦的他。他够不到那棵长生树的枝丫的。不知为何，想到这一点，荣建雪的唇线抿紧。他应当会哭。他这样想，捻动佛珠的速度加快。荣建雪站在远处，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期待什么，或许他在等着他的猜测发生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女人仍是够不到那棵树的枝丫，但她也并未坚持。看了一眼正殿正在念经的几位沙弥小师傅，她捏着木桶走上前去。荣建雪抿唇，眼中闪过一抹情绪，所以也并非只能求助于他。只不过那一次殿内无人，是他看到了，上前了，凑巧帮他压下了枝丫。哪怕不是他，也会有人帮他压下那棵长生树的枝丫，帮他将那只木桶系在枝头上，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荣建雪凝眸，
气息冷肃。大人怎么还没睡啊？念佛珠的动作停下。来烧炷香。是给二郎烧的吗？荣建雪垂眸看他半晌，金贵的点了点头。那么阿旭能在一旁看您烧香吗？我想多陪陪他，不会打扰大人的。忠贞不二。莫名的，荣建雪脑海中想到这个词，嘴里将这几个字咂摸一遍，又带着些戏谑的冰凉。随意。你同玄州说了什么？我对二郎说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大人处处关照我，是这世间顶顶好的人。荣建雪闻言轻笑一声，是真是假他没追问。大人，阿旭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荣建雪点点头，等着他的下文。大人觉得二郎他会不会还活着？毕竟军队虽然告了死讯，但也并未找到他的尸身，只是说坠下了悬崖。会不会只是他用兵的障眼法？你有多喜欢他？啊，大人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在燃灯寺修习时，曾在正殿参佛，见过众生百态。有人如你这般认为心爱之人并没有死，哭盼他尚在人世。但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再来拜佛时，身边便有了替代之人，亦能白首偕老。你觉得你有多喜欢他？大概有父兄喜欢神佛那么喜欢。可我并不喜欢神佛，只是敬重。那阿旭对二郎的喜欢，就如父兄对神佛的敬重般长远。夜风吹起女人长发，吹过她身上的衣裙，腰间的丝带翻飞划过男人的手背。荣建雪眼帘微垂，眼中带着一闪而过的什么情绪。我不会背叛神佛，我亦不会背叛二郎。是吗？早些休息吧，明日回府。那阿旭就先告辞了。我也不会背叛大人，阿旭永远敬重大人。二娘子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大人呢？哦，公子他昨夜丑时便先行回府了。怎么走得这样急？二娘子有所不知，公子昨夜得了消息，老爷回京了。公公回来了。得到江慧肯定的回答后，裴京旭有一瞬的呼吸不畅。怎么回事？明明记得荣百茂是3个月后才回来吧？为什么这一时提前了这么多？如果荣百茂回京提前了3个月，那会不会说明荣玄州也会提前回京？难道说是因为我作为恶毒女配强行改变了画本的剧情，导致其他剧情的节点也跟着改变了？见过公公。听你婆母说你去了燃灯寺为玄州祈福。是，妾想让二郎脱离苦海，早登极乐。这话吧，乍一听上去完全没问题，但荣百茂心中藏着秘密，裴京旭这祈福对他而言更像是诅咒。日后这种琐事你不必去做，你既愿为他服丧3年，便少抛头露面，好好侍奉我们，才能让玄州安心，让我们少费些心思，知道吗？是，妾记下了。分明已经给了他休书，用起他来倒是十分顺手，全然不觉得他是外人。你先回西院休息吧，今晚去钱塘用膳。好。
如果剧情真的加速或是改变了，那么裴京旭那温水煮青蛙的战术就不太适合当下的局势了。他要想个办法给荣建雪来一剂猛药了。你母亲说裴氏服丧期间去参加了丞相府的生辰宴，是沈氏诓骗他在先，事后丞相也已惩罚了沈氏。沈小姐作为丞相千金，还因陷害裴氏登门致歉了。是，做错事便该认罚，何况陷害旁人本也不是小事。那看账一事呢？父亲说这么多，是来质问我的。为父只要提醒你，别忘了谁与你才是一家人。裴氏既留在荣府侍奉二老，即便与玄州没了夫妻关系，也是荣府的人。母亲用了手段逼裴氏签下字据，意图侵占裴氏嫁妆，这事若是传扬出去，丢的可不只是父亲的脸。父亲既说家风严明，便何该不应只对裴氏一人严明才是？天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，母亲既不肯废除字据，我教他看账也并无不妥。你，老爷，周儿他……嘘，周儿他可来了消息。这是周儿托人交给我们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周儿没死，周儿活得好好的。玄州假死是为了让敌军放松警惕，趁机发起反攻，所以此事不可泄露出去，知道了吗？妾身明白。那见雪……荣百茂眯了眯眼睛，想起刚刚与他的对峙。其实荣百茂现在也有些忌惮他这个大儿子了，刚直不阿，毫不偏私，就连养育他的父母也是一视同仁，到底不是亲生的，与玄州差了一层血缘关系。这件事也先不要告诉见雪，他的性子我怕会节外生枝。老爷见过裴氏了？刚刚在府门外见过了。妾身还是觉得裴氏留在荣家是个祸害，不然还是找个机会。现在正是要紧关头，你给我老实一些。如今玄州不在，见雪已是万人之上，眼里有容不得沙子。你那些小心思要赶走裴氏，难道见雪看不出来吗？不等荣氏说完，荣百茂便冷声制止，大概心中也是怨怼的。身为荣建雪养父，如今不论是官位还是气场都比不上自己的儿子，这样的落差让荣百茂感到挫败愤怒。不论如何，此事等玄州回来再议，这些日子都给我小心点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知道了吗？是，妾身明白。阿旭见过大人。裴京旭朝着男人微微俯身行礼。他今天在卧房里整理了一天的思绪，面容看上去有些憔悴。怎么了？大人说什么？你脸色不好。没什么，只是公公说日后都不能去燃灯寺，未免有些失落。还是因为玄州啊？若当真想去，我去同父亲说明。真的吗？大人当真能说服公公？有些近了。荣建雪不动声色地看向别处，又抿了一口冷茶，了一声。大人，您对阿旭真好。指腹带起几分莫名的痒意，荣建雪转移了话头。明日带你去铺子逛逛，该学着经营商铺了。好，那就劳烦先生了。裴氏这个贱人，险些克死了玄州不够，难道还想要见雪乃至整个荣家也跟着陪葬吗？去把药准备好。一场家宴还算顺利，荣百茂离京1个多月，与荣建雪闲聊着朝堂上的琐事。晚宴结束，荣氏声称自己困了，便先行离开了餐桌。二娘子，老夫人说有些头疼，想让您去卧房帮她按一按。荣氏素来有见风头疼的毛病，之前也一直是裴京旭忙前忙后，学了不少手法讨好荣氏帮他按揉脑袋。知道了，我这边过去。太子管理流民不力，想来官家对他已经心生不满。陛下的意思，再给太子殿下7天时间，看看他能否解决那民充期问题。若是解决不了呢？陛下说，我朝也有废长立贤的先例。陛下这是有了重新立储的打算了。荣建雪无意追查荣百茂的神情，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裴京旭离开的方向。他起身朝荣百茂行礼，既无他事，儿子也告辞了。二娘子在此处稍后片刻，
老夫人马上就来。裴京旭皱了皱眉，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他微微抿唇，眼前一黑。卧房中的香有问题，翻涌而来的困意将他整个人包裹。是他疏忽了，他一直以为若当真有问题，可能也是荣氏准备的酒水中有问题。裴京旭张张嘴想要喊出些什么来，可尝试了几次，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长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无事，只是想起前几日我借了裴氏几本书，今日想起来一并归还。啊，公子是来找二娘子的吧？公子来晚了，老夫人刚刚让二娘子揉了头，已经睡下了。二娘子应当已经回西院了。回去了？是。那我便不打扰母亲休息了。快点儿，从后门带出去，不准让任何人看到，听到没有？晓得明白。裴京旭迷迷糊糊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感觉自己似乎在颠簸的马车上。咱真要把二娘子送去青楼？当然了，这是老夫人的吩咐。老夫人为何要这般对待裴氏啊？哎呀，还能为什么？我都听那婆子说了，等她在青楼被毁了节，届时再带着人去捉奸。想办法，必须要想个办法，绝对不能随了荣氏的意。哎，我们要把她送去哪家青楼？还能是哪儿啊？京城最大的船坊白玉京。白玉京。听到这个名字时，裴京旭灵光一现。公子，今晚二娘子晚膳吃的不多，要不属下去给她送些吃食？你倒是惯会做好人呢。江慧憨笑一声，知道公子这是同意了。那属下这就去买。长公子，江侍卫，你们可有看到我家姑娘？她不在西院吗？不在啊，姑娘去钱塘用膳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了。江慧，在，去找。是。长公子，我家姑娘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她今晚出去过吗？没有啊，姑娘晚上极少出门的。荣建雪眼神冷肃，指腹摩挲过袖间佛珠，他没再言语，抬脚往荣氏宅院的方向走去。公子啊，已经是深夜了，您怎好这么晚来打扰夫人啊？裴氏人呢？啊，二娘子不是已经回西院了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裴京旭呢？啊，公子啊，奴婢真的不知道啊。兴许是二娘子贪玩，自己晚上跑出去了。荣建雪推门而进，身上裹挟着凉月的寒意。甫一进屋，他便闻到了卧房中不同寻常的香气。母亲，裴氏呢？裴氏？他不是已经回西院了吗？他不在西院，来到母亲房中之后，便没再看到他了。兴许是耐不住性子自己出去玩了。我早就说了，裴氏这种人不安分。玄州这才不在他身边多久，说不定又去哪儿鬼混去了。荣建雪指骨泛白，他没再理会荣氏，只是两步走上前来查看香案上燃着的香火。母亲刚刚点了什么？什么点了什么？建雪，你现在是怀疑为娘对他做了什么吗？母亲最好是没对他做什么。公子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公子，附近的长安街市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。定是不知道去哪玩乐了。明日等他回来了，一定要严加惩处。江慧，糟了，公子动了杀心。江慧跟在公子身边多年，他摘佛珠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最近的一次还是在3年前，圣上秋寿遇刺，身边只他荣建雪一人。那一日，他将手中佛珠交给圣上，让他代为保管，自己一人一马斩杀刺客无数。把婆子带下去，打到他开口为止。老板娘，验货。哎呦，这小脸可真俊，你们当真能保证不会有麻烦？
哎呀，老板娘您放心，这人都在这儿了，只要男人压上去，还能有什么麻烦？也是，等我找几个男人调教他，说不定啊，能成了我们船坊的头牌呢。裴京旭的手心沁出一层汗，他想活下去，他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。哟，妹妹醒了，你不怕吗？丽娘，你好大的架子！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赌对了。裴京旭的牙齿在打颤，但他面上却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公子派你在京城驻扎暗点，培养暗探，如今倒是不认识我了。他记得画本当中，白书童的一位仰慕者就是当今圣上的第三子沈怀臣。他长居自己的封地，却派人在京城布下暗点暗探，随时打探朝堂消息。京城传访白玉京就是他的暗点之一。你不是荣家二娘子吗？为何会与公子有联系？这不是你该问的，做好你分内的事。是。要走吗？就这样逃走吗？我才不要就这么逃走。既然想要活到最后，那不如再赌一把大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我需要你帮我去做。放肆！荣建勋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裴氏并不在我房中，你要让我的下人招什么？能不能吐出东西来，打过便知道了。你这是屈打成招。母亲尽可去大理寺报官状告，此事之后，我自会去领罚。荣建雪盯着荣氏，却是对门外的江慧开口。半刻钟要他开口，生死不论。荣氏看着荣建雪的眼睛，后背一凉，跌撞着重新坐在了太师椅上。其实用不着半刻钟，江慧此前在牢狱中学的那些手段，那婆子看一眼便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，战战兢兢的全都招了供。公子，那婆子说二娘子她被卖去青楼了。几乎是一瞬间，荣建雪猛地起身，甚至没看清他的身影。男人已经快步出了荣府，